春天来了，温暖的日照越来越长，草地上开始冒出嫩叶，花苞也从树梢上悄悄地探出头来，空气中飘着万物苏醒的香气，世界变得缤纷多姿。春天是温暖的，是美丽的，是充满芳香的，是一个用全身感官拥抱世界的季节。不过，在法国的雅尔萨斯乡村，春天不只看得到、闻得到、感受得到，这里的春天是可以吃进嘴里的。它是来自大自然的礼物，有香气，有味道，还有咬下去的清脆声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，慢慢地把春天吃进肚子里。原来春天也可以用味觉来记住，春天可以是一首诗，也可以是一道菜。等等，不是，是好几道菜。Bonjour， 我是马琳达，欢迎来到马琳达玩法。我住在法国雅尔萨斯，一个只有300位村民的小酒村，正日和大自然和葡萄园为邻，天天享受大自然的馈赠。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把春天入菜吧。第一集要先为您端上的美食是蒲公英和熊葱。每年3月中下旬左右，葡萄园的草地上开始有了动静，地面冒出来一颗颗的绿色叶丛，细长的花茎慢慢开出了亮黄色的小花，像是为葡萄园铺上了一整片的黄色地毯。当小黄花最后蜕变成白色的绒毛球，风一吹，小小的花絮就会在空中随风飞扬，那画面可是浪漫的不得了。的确，蒲公英是诗人的主角，是周杰伦歌里的主角。然而在雅尔萨斯的乡间，蒲公英却是春天餐桌上的主角。对于我们的酒庄主人，在春天化为采花大叔的班来说，他可是等不到蒲公英变成白色绒毛球的时候。只待蒲公英叶从地里冒出来的几天内，班他就会去没有喷过除草剂、没撒农药、远离道路的秘密基地去采割蒲公英叶回来。他总是收获满满的一大篮。班说，真正好吃的蒲公英是还没开花之前的嫩叶，蒲公英叶丛呈伞状开展，有点像芝麻叶和菊苣的混合版。那时候的叶子苦中带香，清脆又爽口，有一种大地苏醒的味道。然而采收时间也要抓紧，有时候稍微晚了几天，叶子稍微变硬，颜色变深，甚至小黄花都开了，就错过了最佳食用的时间，不再清脆可口了。蒲公英最简单也最棒的吃法就是做成沙拉。采回来之后，首先要很仔细地清洗干净，包括去掉泥沙、去掉小虫，这也是最耗时、最需要耐心的过程。清洗干净后就是备料了。班最喜欢的蒲公英沙拉的做法是，先将烟熏培根下锅慢煎，把油逼出来，再加进去一大把切碎的红葱头去爆香。接着趁热把这锅培根、红葱头连同热油淋在蒲公英叶上，可以听见热油滋滋地作响，那根本是春天最迷人的舞曲。趁热把全部食材拌均匀，最后加上1-2颗水煮蛋或煎蛋，哇啦，春天的第一道菜蒲公英培根蛋沙拉上桌咯。蒲公英叶的口感有点硬硬脆脆的，还带有一点点的苦涩味，所以单吃叶子的话，
真的有点像在啃草。还好有了烟熏培根的滋润，加上红葱头的鲜甜，让这蒲公英吃起来不仅增加香气，口感也更细腻、更丰富了。班本身很喜欢这道菜，他总是说蒲公英叶富含铁质，是很健康的春天野菜，也是法国乡间的老偏方。都说蒲公英有净血草之称，认为它可以清肝解毒，促进新陈代谢，是冬天过后最天然的身体大扫除。所以老一辈会说，春天吃蒲公英，夏天少生病。于是我们谨遵法国老祖宗的说法，1个礼拜内几乎照3餐吃。可不要问我们光一个春天就扼杀了多少小排球随风飞扬的浪漫画面。我只是觉得吃到了蒲公英，身体就会知道春天真的来了。蒲公英是春天送给我们的第一道菜。春天还没热，山林就先醒了。第一个从冬眠醒来的是熊，还有熊葱。熊葱这个名字很可爱，但它的来历更有趣。传说中，冬眠醒来的熊睁开眼睛，就会寻找熊葱来吃，所以这个名字就这样被保留下来了。这是因为熊葱含有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，让冬眠过后的熊可以快速的补充营养，也顺道清理肠胃，恢复元气。所以人们呢也跟着学习熊，春天一到就上山采熊葱来排毒。C'est la période là des ours, donc il faut les prendre avant la floraison. Ça sent bien tendre. 熊葱是一种味道很强烈的野菜，介于大蒜和韭菜之间，轻轻的、辣辣的，可是香的很有个性。Ça a un goût d'ail prononcé. Ouais, c'est pas mal. 我们每年都会去班的秘密基地采熊葱。没错，班有很多秘密基地，每个都是他专属的大自然市场。他永远知道该在什么时间，去什么地点，找哪一种特殊的食材。我也不多问，每次就乖乖地跟着他，走进那片只有他才找得到的森林。每次进去就像寻宝一样，只见地上铺满一大片嫩绿的熊葱叶，就像森林精灵铺出来的市集，等着我们这些内行人来采买。不过采熊葱最好跟着和班一样的内行人比较保险，因为熊葱和水仙长得很像，所以有些人会分不清楚。最大的差别是水仙是有毒性的，所以我也常看到新闻会报道，每年有人误把水仙当熊葱，把水仙吃下肚，结果送急诊。最严重的还有人因此中毒死亡，所以我们从来不去不熟的地方采。而班知道那片潮湿的森林，每年都长出来的是熊葱，不是水仙。而最主要的分辨方式就是先摘一片叶子，搓揉后闻闻看，只要散发着大蒜和韭菜味，大概就是熊葱了。一大片的熊葱长得密又快，一样是要挑嫩绿的叶子摘，往往摘到后来手上都沾满了葱蒜的味道，春天的味道也变得好浓郁。与其说熊葱是道菜，不如说它是酱料，因为拿来生吃的味道太强了，但拿来做熊葱酱就成了最抢戏的餐桌配角。熊葱酱的做法也不复杂，一样是先洗干净，因为尽管熊葱位在不受人工污染的森林深处，但你永远不知道有没有哪只小生物在叶子上留下标记物。把洗好的熊葱加上橄榄油、盐，偶尔加点坚果、cheese 一起打碎搅拌，就像意大利青酱的森林版，但味道完全不同，是那种带有野性的香辣。做好的熊葱酱，我们会一小盒一小盒分装好，放进冷冻库保存。
这样1年里可以慢慢吃。也有人把自制的熊葱酱拿来卖，还有些餐厅会推出熊葱的季节限定美食。而熊葱酱配什么好吃？当然是配什么都好吃。不管是拌面、炒菜、煎牛排，或是加进烘蛋里，又或者只是涂在面包上加颗蛋，只要在食材上加入1匙的熊葱酱，森林的香味就在舌尖跳跃着。至于那片秘密基地在哪里？不好意思，不是都说是秘密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马琳达玩法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今天这段关于春天想念的故事。不过春天还没结束呢，大自然的每个角落，生命还在悄悄滋长。我们的餐盘里还有好多角色准备登场。随着季节推进，它们会一个一个冒出来，绽放成熟，而我们的餐桌也会越来越热闹。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探访法国酒乡的日常生活，想知道下一道春天的滋味是什么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留言跟我分享你曾经自己去采摘的野味是什么，你尝过最难忘的野味又是什么。我们下回见，阿bientôt。